IB 银透证券的基本介绍、最新的开户以及入金教学。那 Kevin 这个频道都会持续更新 IB 银透证券的相关使用资讯。Hello， 大家好，我是不随着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今天这期影片我要跟你分享一个我非常喜用的券商 IB 银透证券，它的开户以及入金教学。那这个开户版本呢是2023年6月份最新的开户版本。那 Kevin 这个频道都会持续更新 IB 银透证券的相关使用资讯。如果你已经开始投资美股，或者是你打算开始投资以下这几家公司的股票，但却不知道要使用哪一家券商，那我强烈建议这期影片你一定要看到最后哦。那这期影片我会跟你分享2个投资美股的好康，相信一定可以帮助到你。如果您注意到这频道了，这频道主要是分享台美股的投资知识。如果你想要脱离台美股投资一无所知的状况，记得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在这边每周分享有用的投资知识，相信对你会非常的有帮助。那如果你想了解我的投资美股的方法，以及我赚取被动收入的方式的话呢，可以追踪我的 IG 哦。那我们马上开始。首先，我们先介绍一下 IB 银透证券。那 IB 银透证券这家券商呢，它的简称叫做 IB 或者是 IBKR。它创立于1978年，那创立至今的话呢，大概已经有45年的时间了，是一家历史非常悠久的一家券商，并且这家券商是 FINRA， 也就是美国金融业监管局以及 SIPC 美国证券投资人保护组织的成员。那 FINRA 美国金融业监管局它有什么样的功用？它可以防止证券业者使用不当的话术欺骗或者是误导投资人进行投资，并且呢 FINRA 它是一个有实质权力的监管机构，它可以吊销这些违法的券商的牌照，或者是对它进行罚款，它就像是保镖一样保护我们这些投资人。同时呢 IB 银透证券呢，它也是美国纳斯达克交易所挂牌上市的公司，那它的股票代号就是 IBKR， 这也就代表说银透证券它会受到美国证券委员会 SEC 的监管，也就代表说它的财报是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它的财务状况呢是可以供大家进行检视的，所以它安全性的话呢是非常的高。那如果你开始使用 IB 银透证券的话呢，它可以让你交易150个交易所的股票，而且你可以使用期权、期货、债券以及加密货币等等的。而且 IB 银透证券呢，它支援了26个国家的货币哦。那以上是 IB 银透证券的基本介绍，接下来我要跟你分享2个好康。那第一个好康就是IB 银透证券它现在提供$1000的开户礼，你只要使用我下方的开户连结，你最高可以获得$1000的开户礼哦。那我觉得这是你应该要获得的权利，所以我这个部分的话呢，会在影片当中跟你分享。那第二个好康就是呢，有一个专属的银透证券的私密社团，因为 Kevin 自己呢有在使用，并且有在持续的分享 IB 银透证券的使用教学，大概有3年的时间了。那有非常多的观众呢，就希望我创立一个社团，让大家可以互相的交流。所以呢，我创立了这个私密社团。这个私密社团呢，主要就是交流这些使用的经验，让大家可以在使用 IB 银透证券的时候呢，可以更加的得心应手。那如果你想要加入这个私密社团，那我也会在这影片当中教你如何申请加入这个社团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IB 银透证券它的优缺点的部分。首先呢，它的优点第一个就是它的安全性非常的高就像是我们刚刚所讲到的，它是 FINRA、SIPC 的会员，以及呢它受到 SEC 的一个监管。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它的出金费用非常的低，而且它的出金的速度也是非常的快。那 IB 银透证券呢，它每个月会提供一次提领资金免手续费。我最近一次出金的话呢，是在今年的6月29号，大概12个小时之内我的资金就已经到我台湾的账户当中咯。那第3个优点就是它的交易领域真的非常的广，它有支援26个国家的货币，并且呢，你可以入金美元，然后呢就在里面兑换成其他国家的货币，然后呢交易其他国家的股票哦。那第4个优点就是融资利率低，然后呢存款利息高。那 IB 银透证券呢，它现在拥有业界中非常低的融资的利率，而且如果你有闲置资金放在 IB 银透证券当中，那 IB 银透证券呢最高有提供 4.58% 的存款利率哦。那第5个优点就是IB 银透证券它拥有业内非常顶尖而且非常优质的报价。如果你有订阅 IB 银透证券的即时报价，你就可以获得投资界当中数1数2的优质报价哦，那个点差是非常的小。第6个优点就是中文交流的友善IB 银透证券你在开户的过程当中它可以全程用繁体中文进行输入，然后呢，而且它也有中文的客服，所以你不用担心说那个语言不通这种问题发生哦。那中文客服的
部分的话呢，我们台湾人都是拨打香港的客服，那他服务的时间的话呢，就是在我们台湾的时间，早上8点到下午5点这段时间。那 IB 银透证券当然也是有缺点的，那它的缺点就是它有交易手续费。那它交易手续费分成2种，一种就是阶梯式，另外一种就是固定式。好，那非常的简单。好，如果你是一般的投资人的话呢，你选择默认的阶梯式就好了。也就是说你的交易手续费就不用去调整。那它的交易手续费就是每一股需要0.0035美金，然后呢，每一次交易的话呢，最低的交易手续费是0.35美金。那这边 Kevin 是觉得其实你不用觉得说，被收手续费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因为你要知道就是券商如果不收你的手续费，聪明的你一定会想到，那羊毛一定是出在羊身上嘛。如果他不收你手续费，那他给你的报价通常都会比较差哦。所以免手续费的券商他虽然不会跟你收取手续费，但通常情况之下，他会给你比较差的报价。那 IB 银透证券的话呢，他会给你比较好的报价，但是呢，他会跟你收取手续费。好，所以我觉得这个的话呢，基本上都是相同的概念。那第二个缺点的部分就是它的操作界面开放性非常的高IB 银透证券呢，它早期是设计给专业人士进行操作的。所以它的工具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那这对一般的投资新手来讲，就像是你一开始入门的时候呢，我就给你一整个工具箱。好，那这对你来讲的话呢，当然就是会比较难以去入手。但是你也不用太担心，因为 IB 银透证券呢，它有提供模拟仓可以进行操作，而且以我的经验你基本上只要操作个几次，你就可以熟悉了。好，那以上就是 IB 银透证券的优缺点。那接下来我们来进行开户的一个介绍。首先呢，我们开户之前的话呢，我们要准备几样东西呢。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身份证明文件跟地址证明文件。好，那这2个文件的话呢，我们只要使用身份证就好了。我们台湾的国民身份证非常的方便，可以一次一件当身份证明跟地址证明文件。那第二个东西的话呢，就是你的电子邮件。好，那这电子邮件呢，主要是要去收你的认证信，以及你开户完成之后呢 ，IB 银透证券它可能会寄一些资讯给你。那因为它现在已经没有那个纸本了，好多都是用电子的方式，那它就会用电子邮件去寄给你。那第3个部分的话呢，就是行动手机。那行动手机的话呢，就是要去收验证码，就是你每次登录的时候呢，它都会寄验证码到你的手机当中，让你去认证说，这个是你登录的。好，那我觉得这部分的话都是属于一个安全的保障的部分。好，那以上3个东西的话呢，就是我们开户之前要准备的。然后呢，你也不用担心，我们刚刚讲到，开户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可以全部都是繁体中文进行输入，所以说呢，开户的过程一定是非常的流畅哦。好，那准备完以上的资料之后呢，那这边想要劳烦你去点击下方这个 IB 银透证券的官网连结。好，因为 Kevin 想要统计这部 IB 开户影片的成效，如果成效不错的话呢，就代表说，这部影片大家非常的喜欢，那 Kevin 呢就会做更多有关于美股教学的影片哦。好，那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进行我们开户的第一步。那第一步的话呢，就是进入到我们的 IB 的优惠页面。好，那这优惠页面就是我们刚刚所讲到的1000美金的开户礼这个连结。好，那你点击进去的话呢，你就会看到这个画面。那这个画面上面就有写使用优惠连结你最多可以获得1000美金的开户礼哦。好，那如果你有看到这个的话呢，你就按 Open Account。好，点击下去。好，那点击下去的话呢，就来到我们的第2步。那第2步就是我创建我们的用户名，还有我们的密码以及信箱的部分。那我们先点击我们的右上角这边的话，你有没有看到繁体中文？然后那一开始的话呢，你可以自己去选择语言，看你要简体中文还是你要选择英文。那我这边的话呢，就选择繁体中文。接下来的话呢，你就将你的电子邮件，还有你每次要登录的用户名称，还有你的密码都给输入进来。那这用户名称跟密码大家一定要记住哦，因为它就是你每次要登录的东西。OK， 然后呢，国家地区的话呢，你就选择台湾就可以了。那这边的话呢，还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地方啦，就是如果你开户到一半，你忽然间说家里的小猫生了，还是说呢爸爸妈妈叫你吃饭，你不用担心，你可以把画面关掉都没问题。你接下来呢，你只要也是登录这画面，然后呢点击左下方这边，你就可以继续你上次的开户的步骤。好，那我觉得这边的话呢是还蛮不错的啦。OK， 好了，这边的话呢，我们就点击开设账户。好，我们点击下去，点击下去的话呢，就会来到这个界面。这时候呢，你就要去你的电子邮件的信箱去收这一封 email。
那这一封 email 的话呢是长什么样子呢？这一封 email 就是长这个样子。好，你就找这个标题的 email， 然后呢给它点击下去，然后这边有一个叫做确认电子邮箱，你就把它点击下去。接下来的话呢，你的邮箱的话呢就会确认完毕。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到这界面啦。这界面的话呢，就是选择你的账户类型。好，那我们账户类型的话呢，有个人账户、联名账户跟退休账户。好，那我们台湾人的话呢，基本上是申请不到退休账户啦，我们只能申请个人账户跟联名账户。那个人账户跟联名账户有什么差别呢？个人账户就一个人嘛。那联名账户的话呢，就是你可以跟你老婆一起申请。那等一下的话呢，你就要提交你跟你老婆的一个资料的部分。好，那这部分的话呢，我当然就是比较喜欢去使用个人账户啦。OK。好了，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点击繁体中文。你这繁体中文点击下去之后呢，接下来你输入的内容全部都是繁体中文哦，非常的方便。OK， 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按开始申请。好，开始申请下去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来到第3步。那第3步的话呢，就要输入我们的个人资料跟我们的财富的来源。那要怎样输入呢？首先上面这边的话呢，你就照着我的方式去输。好，姓名的话呢，你就选择你的名字。好，姓的话呢就选王嘛。如果你是王小明的话，你就选择王。那先生的话呢，称呼的部分的话，你就选择先生或者是女士。那名的话呢，就选成小明。好，这边还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哈，好，如果你是使用我们的优惠连结进行申请的话呢，这边你可以看到有一个推荐账户申请，好，一定要看到这个小黄色的这个框框，才代表说你现在是使用推荐账户进行申请哦。好，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个框框的话呢，就代表说你没有用这个连结去进行申请，那你就无法获得这个开户里最高$1000的优惠哦。好，那接下来的话呢，下面就是要你输入英文名字。那英文名字的话呢，你就可以使用你台湾的外币账户的英文名字直接给它填上来，或者是使用你的护照的名字直接给它填上来。那如果你都没有要怎么办呢？好，那这边的话呢，我不用担心，我教你怎么样去创建你自己的英文名字哈。好，那英文名字要怎么创建呢？好，你只要点击我下方的外交部领事事务局它的连结，点击下去之后呢，你就来到这个界面。来到这个界面之后呢，你就把你的名字跟你的姓名全部把它输入上去，然后输入验证码，然后呢按翻译，它就会帮你翻译成常用的英文名字。好，那我基本上的话呢，都会选择第一个名字，然后把第一个名字给填进去就可以咯。好，那我们填上我们的英文名字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来往下滑。好，往下滑的话呢，就来到这个界面。那这界面的话呢，就是要你填你的地址的部分。那地址的部分的话呢，我有个范例。那范例的话呢，就是写台北市大同区承德路1号4楼。好，那这边的话呢，要怎么填写呢？首先你会把邮递区号给填上去。台北市的话呢，就填在州跟省这个地方。那城市的部分的话呢，就写大同区。然后呢，接下来地址的部分的话呢，比较大的填在上面，也就是巷跟路的部分。那比较小的话呢，就填在第2行，也就是填号跟楼。好，那这个地址是在哪里呢？好，那这个地址好像是享食天堂吧，我记得这应该是享食天堂的地址哦，大家可以去查一下是一个吃到饱的一个自助餐。好了，题外话 ，OK， 好了，接下来的话呢，下面这边有一个叫做邮寄地址与此不同。好，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个邮寄地址跟你的一个户籍地址不一样的话呢，那这边的话呢，你可以分开填写。好，那我们这个地址的部分的话呢，就是等一下要填我们的那个身份证后面的地址大家不要乱填你乱填的话呢，它会审核不通过。所以这边的话呢，地址是要填身份证后面的地址。那邮寄地址的话呢，你才可以再额外的再填写。好，那电话类型的部分的话呢，就写手提电话；地区的话呢，写台湾。那电话号码的部分的话呢，我们这边要输入的是国际码。好，国际码的话呢，就是将你的手机的前面那个0去掉，写886，然后后面就把它接上去就可以咯。OK， 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再往下滑。那往下滑的话呢，这边要填你的个人资料。那个人资料的话呢，就把你的西元的出生年月日填进去。好，婚姻状况的话呢，你把它填进去。好，不要骗大家哈。那抚养人数的话呢，这边的话呢，就是不算你自己，然后把人数给填上去。好，你家的小猫小狗那个不算哈，还是要算人哈。所以这部分的话呢，供养人数的部分的话，大家就照实填写就可以了。那税务居住地要怎么填呢？税务居住地也非常的简单，就选择台湾。然后呢，纳税识别号的话呢，就选择你的身份证字号把它给填上去。那这边有一个叫做我有纳税人的识别号，那这个东西的话呢，它已经默认打勾了。好，我们一定要打勾，因为打勾的话呢，我们才不会被课美国人的税哦。那美国人的话呢，他投资美股连资本利得都要课税哦，这是非常多的税啊，简直就是万万税哈。所以我们这边的话呢，一定要打勾 ，OK。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身份证明这个地方。那身份证明这个地方的话呢，签发地区我们就写台湾，然后呢文件类型的话呢，我们就选择国民身份证，就等一下我们只要用国民身份证就可以认证你的身份
跟你的地址了。OK， 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把我们国民身份证的身份证字号把它填上来。那上面有一个写 ID 是否有有效期，我们国民身份证的话呢是没有有效期的。那我们这边的话呢就勾否。好，接下来我们再往下滑，那往下滑的话呢会来到雇佣关系他想要了解一下你的工作的状况，你的收入的来源是如何。那这边的话呢你就照实填写就好了。那我这边的话就写受雇。那下面这边的话呢有问你说，你有没有你的直系亲属啊？他是什么投资顾问啊，或者是什么基金的对冲基金经理人？好，那这边的话呢基本上我们应该都是没有这个状况，因为他可能是要防止一些内线交易的状况。好，那这边的话呢我们都填否就可以了。好，那雇佣关系的话呢大家就照实填写就可以咯。好，那接下来的话来到了财富来源的地方。那财富来源的话呢大家一定会有一个收入，那基本上就是工作收入。那第二个收入的话呢可能就是股息的收入。好，那我这边的话呢我就勾这两个。那账户资料的部分的话呢它有个基础货币。那基础货币的话呢我们当然是要填选美元嘛。因为美元的部分的话呢是最流通的一个货币，所以我这边的话呢基础货币我会选美元。但是你选美元就不代表说那其他的货币你都不能使用，还是可以使用，你还是可以使用英镑来汇进你这个账户当中，然后再从英镑汇成其他国家的货币都没有问题。只是它的基础货币的话呢是美元的部分。OK， 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来到了安全问题。那安全问题的话呢它有3个安全问题那这3个安全问题呢主要就是你要是打电话到客服那边，那客服就会问你说你的安全问题的答案是什么？他要认证你的身份。所以这边的话呢我会怎样填写？我自己的话呢会把答案都写一样因为这样的话我才不会忘记。好，那如果就算你真的忘记安全问题也不用太担心，你可以跟客服讲说你可以问我其他的问题吗？那他客服应该也是会问你其他的问题来进行身份的认证好，这边的话呢就点击继续。好，那继续的话呢就来到了我们的第5步，也就是选择你的交易账户跟你的交易商品。那交易账户的话呢主要有2种账户，第一种叫做现金账户，另外一个叫做保证金的账户。那我这边的话呢就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现金账户。现金账户就是你有多少钱做多少事情，也就是说你户头当中有多少钱你就只能买多少东西。那保证金账户的话呢就是它可以拿你的一些户头当中的债券或者是股票呢去做一个质押的一个概念，那它就可以让你去借更多的钱，也就是可以让你去借钱的概念那保证金账户的话呢就是可以让你去借钱。然后呢我会比较喜欢去使用保证金账户，因为这样子的话呢我也比较不会发生什么违约交割的事情。只是呢我们要自己知道说我们户头当中呢有多少钱。好，那这边的话呢我就会选择保证金账户。如果你是初学者的话呢你可以选择现金账户。好，那如果你后来想要变成保证金账户也不用担心，因为后台就可以进行申请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输入我们的收入和我们的资产值。那收入和资产值的部分的话呢这边有一个填写的技巧，就是你的资产的净值呢应该会大于你的流动资产净值，然后也会大于你的年度净收入。因为这样子的话呢就代表说你应该是有在投资理财的人，你的资产有慢慢的去增加。好，那如果你要选择那个美股选择权来进行投资的话呢你可以参考我的填法这是我自己的填法，当然还是要依大家的一个情况去进行填写好，那接下来下面就是你的投资目的跟你的交易目的。那如果你是想要使用美股选择权的话呢记得你下方有一个叫做从活跃交易以及投机中获利这个东西呢要把它给打勾你有打勾的话呢你后面才可以申取美股选择权的使用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往下滑，那就来到这个画面。那这个画面的话呢就是你的交易经验以及许可，也就是要你去选择你想要交易的商品。那这边的话呢它会默认有几个啦，第一个就是债券还有股票的部分。那这边就会要你去填写你的交易经验，还有你每年会交易几笔，以及你的知识水平。那我相信大家的知识水平应该都还算不错啦，但是也不要把自己写得非常的夸张。好，那我这边的话呢基本上都会写成平，水平算是良好的部分。好，那债券的部分的话呢大家就可以进行申请。那看我这边有申请欧洲还有香港还有美国都可以进行申请那股票的部分的话呢也是一样大家可以自己去申请你想要投资哪一个地区，你就可以自己来申请。那这边要比较值得注意的就是IB 银投证券它要提供小数股的交易，这小数股的交易就是专门 for 你的那个美股，也就是说呢你可以买到1股以下，你可以买 0.1 股或者是 0.001 股都可以进行购买那股票的交易经验的部分的话呢大家也是照实的去填写只不过呢如果你要使用期权的话呢你的交易经验不能太菜鸟，因为你太菜鸟的话呢你是不能去使用期权的交易那期
期权的交易的话呢，你也可以参考我的方式去进行填写。好，那我们把期权给点开，那点开的话，你可以看到期权有非常多等级哦。那我自己的话呢是使用3级的期权哦，我觉得3级的期权就非常的够用了。好，那如果你们要使用期权的话呢，你这边可以直接跳过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往下滑，我们可以看到有加密货币可以进行申请。好 ，IB 银透证券呢，它有跟另外一个厂商哦，加密货币的厂商呢去进行合作，所以呢，我们可以购买一些加密货币哦，包含比特币跟以太币的部分。那这边的话呢，我也顺便教大家如何进行申请哦。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再往下滑。好了，往下滑的话呢，就来到了我们的归管信息的部分。好，它主要就是查说，你们是不是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哦？美股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我们应该都不是美股上市的大股东哦。那这边的部分的话呢，我们都填写否就可以了。如果你是美股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你可以跟我联络一下吗？我们来套一下近乎哦。OK， 好了，我们跳下去。好了，接下来的话呢，会来到这个附加价值的部分。那附加价值的部分的话呢，它有一个东西叫做股票收益增强计划哦，这个听起来非常的厉害哦。它是怎样做呢？好，它就是说，如果你有参与这个计划呢，它就会将你账户当中的股票或者是债券呢借给其他人，那你就可以从中呢获得一些利息。那为什么他要借给其他人呢？因为有人会拿股票去放空嘛，所以说呢，你借给其他人就是让别人去放空的概念，那你就可以从中呢获得一些利息。那这部分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哦，就算你是一个长期投资者，这个东西你也要考虑要不要参加。如果你要参加的话呢，你借出去的那些股票就属于一种投资行为。那投资行为的部分的话呢， SIPC 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美国证券保护者协会啊，这个东西啊它是不保障的，也就是说呢，它没有保障你这些借出去的股票，它不算那个50万美金的保障额度当中哦。所以这部分的话呢，大家一定要考虑清楚哦。好，那接下来的话呢，下面有一个就是你从何种途径认知到我们这个 IB 银透证券的？那这边的话呢，大家就可以选择社交媒体或者是说推荐计划都可以哦。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按继续。好，那继续的话呢，就来到我们第6步。那第6步的话呢，就是税务资料的确认以及 W8 并表格。那 W8 并表格的话呢，就是你投资美股的话呢，它会要填写的一个表格，它主要就是认证你到底是不是美国人，还是你是他国家的税务居民之类的。那这边的部分的话呢，这个 W8 并表格啊，他们已经帮我们自动填好了，因为我们刚刚填写那些资料呢，它就帮我们自己把它填好了。那我们填好之后呢，我们只要确认这些资料有没有错误就可以了。好了，我们就往下确认一下。那这边的话呢，有一个叫做协定优惠资格。好，那我们台湾跟美国是没有税务协定的，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要把它给打勾。好了，接下来的话呢，往下看这边有个认证的部分。那认证的部分的话呢，第一个认证的话呢，就是说你有没有确实看了这些 W8 并表格？那你有的话，你就按是。那接下来的话呢，他就跟你讲说，他所有的资料呢都会用电子的方式寄到你的信箱哦。如果你能接受的话呢，你就按是。好，所以这2个我都打勾。好，打勾之后呢，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来签名就可以了。好，那签名的部分的话呢，你要怎么样签呢？好，很简单，你只要打字上去就可以了。你要打什么呢？打这边已接受签名这边，好，这边会有一个英文字母，你就直接把它给输入上去。好，可能是英文字母，或者是说你的繁体中文，你就把它给输入上去就可以了。然后按继续。好，那继续之后呢，你就来到我们第7步，也就是签署更多的交易的协议。那这一页的交易协议的话呢，就是你有填写加密货币的交易的人，他才会有这一个交易协议。那这交易协议主要就是跟你讲说，我们这个 IB 银透证券提供的这个加密货币的一个交易的话呢，是使用这个 PAXOS 这家交易平台它所提供的服务不是我们 IB 银透证券提供的哦。好，这个部分的话呢，他们给你做一个声明的部分。那这边如果你可以接受的话呢，你就在这边填写你的名字，然后按继续。好，那接下来的话呢，你又会来到这个界面。好，那这个界面的话呢，它也是加密货币的一个风险的补充。好，那我这边的话呢，我稍微看了一下，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啊，那就是他跟你讲说，加密货币也是没有在 SIPC 的50万美金的保障当中哦。所以说呢，大家在投资加密货币的时候呢，自己要更注意那些风险哦。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部分，它就是要你签上你的名字。那你把它签名签完之后呢，你再按继续。好，那接下来的话呢，你会来到这个界面。那这界面的话呢，它有非常多的协议，然后都有打勾，然后要你去阅读的部分。那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要认真的投资的话呢，你这些协议啊，还是要去看哦。好，那看完之后呢，这边的话呢，再把你的名字给签好，然后按继续。好，那接下来终于来到我们的最后的几步啦，也就是我们的第8步，要上传我们的证明文件。好，你有没有看到这边？它身体状况这边的话呢，上面有这个绿色的框框，它有写说，恭喜你的账户已经获得了新客送股的这个优惠。
汇，也就是我们的$1000的这个 IBKR 的股票啊。那这部分的话呢，你一定要看到这个，也才代表说你有使用我们的推广连结进行申请哦。好，那你来到这界面的话呢，我们就先按 F5来进行重整这个界面。那你重整这个界面之后呢，你就会看到下面跳出这个验证身份还有地址的部分。那这边的话呢，我们就点击验证身份。好，点击下去之后呢，接下来会跳出这个画面。那这个画面的话呢，你就国家地区就写台湾。那文件类型的话呢，就是使用国民身份证。那下面的话呢，将你的身份证号码输入进来，然后呢也是一样，你有没有有效期？没有有效期，然后按继续就可以了。好，那点击进去之后呢，你就来到这个界面。那这界面的话呢，它就是有一个非常快速的认证方式，也就是简化验证。这个左边这个认证方式啊，它非常的快速，你只要使用手机，然后拍照片，然后拍你的脸，就可以马上认证完毕了。好，所以我们就使用左边的认证方式，然后我们点击继续。好，点击继续之后呢，就会跳出这个 QR code。这时候呢，你就拿起你的手机，然后扫这个 QR code， 扫下去就 OK 了。好，那你扫描完毕之后呢，你的手机画面就会呈现左边这个画面，然后你就先点击开始，然后呢再点击继续。好，那这边的话呢，它会想要使用你自己手机的相机。好，那你这边就按允许，然后按继续。然后这边有个协议的部分的话呢，你就按我同意。好，接下来的话呢，你就开始拍摄你的照片。然后你先点击继续，然后再点击允许的部分。好，那你就来拍摄你的照片啦。首先呢，你要拍摄你的身份证的正面，好，把它拍摄清楚，然后再拍摄你的身份证的反面的部分，也就是你的地址证明的文件。好，这样拍完之后呢，它就会进行一个审核。那审核 OK 之后呢，你再按继续。好，那接下来它会要求你进行自拍，那你就要将你的耳朵给露出来，然后呢，不要把你的头发遮到你的眉毛。好，那你自拍完成之后呢，就提交成功咯。好，那拍照完毕之后呢，你就可以回到你的桌面的画面，那你就会来到这个画面，你就会看到它的验证身份的话呢，已经提交出去了。那你大概只要1到2天的时间就可以审核成功。如果没有那种塞车的状况的话呢，就是非常多人去申请的话呢，那基本上就是1到2天就可以审核成功了。那如果你想要加速你的审核速度的话呢，接下来你就可以提早进行存款。好，如果你提早进行存款的话呢，它就可以加速你的审核速度哦。那这边的话呢，有一个创建存款投资，你可以把它给点击下去。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 IB 盈透证券的入金教学。那入金教学的话呢，你也是一样，点击 IB 盈透证券的官网连结，进来之后呢，点击繁体中文，然后呢，点击客户端登录。登录进来之后呢，这个地方你就可以输入你刚刚的用户名以及你的密码的部分，然后点击登录。点击登录之后呢，它就会寄一个验证码到你的手机当中，你就把你的手机的验证码给输入进来，然后按点击登录。好，点击登录之后呢，你就来到这个界面。那这界面的话呢，你就点击左下角的一个存款，点击下去之后呢，这边有一个银行电汇，你就把银行电汇的查看说明这地方给点击下去。点击下去之后呢，你就来到这个界面。那这界面的话呢，就是跟你讲这就是你的电汇的一个资讯。那这电汇资讯要如何去判断呢？非常的简单，我教大家如何去判断了。首先呢，我们要先了解的就是我们从台湾将我们的钱汇到海外的一个流程。首先呢，我们会先有我们台湾的外币账户。那这外币账户的话呢，我们就要将钱汇到国外的一家银行。那这家银行的话呢，就叫做收款银行。那这个方法的话呢，就叫做电汇，我们就会电汇过去。那电汇过去之后呢，这个收款银行当中呢，会有一个收款人。那这个收款人就是盈透证券。所以说呢，我们汇钱汇到海外的话呢，我们是汇到这个盈透证券在这个收款银行的这个账户当中哦。那我们汇入进去之后呢，那这笔钱呢，要如何判断是要给谁呢？那盈透证券呢，它就会看到这笔钱之后呢，它会看这个电汇里面的附言。那附言上面的话呢，就要写你的8码的账户号码，再去加上你的护照的英文名字，或者是说你一开始申请的时候呢，上面写的英文名字。这样子呢，盈透证券呢，它收到这笔电汇的钱之后呢，它再看一下这个附言它就知道说呢，这笔钱的话呢，是要给这个账户的人。好，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电汇的一个逻辑。那这逻辑的话呢，我们把它套用在盈透证券上面。那它的收款银行的话呢，就是 Citibank.N.A。 好，那这部分的话应该就是花旗银行。那收款人的话呢，就是这个英文名字。那账户号码的话呢，就是 IB 盈透证券在这个收款银行当中的账户号码哦。那附言的部分的话呢，就是照我刚刚所讲的8码的账户号码以及你的英文名字。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用星光银行的一个汇款单来进行模拟。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有个电汇资金的部分。好，那电汇资金的部分的话，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 Citibank N.A。 这个部分的话呢，就是填到我们的收款
管银行的银行名称。那地址的部分的话呢，就填我们右边这边，有没有看到这个有一个11，然后呢 Wall Street， 那这个地方就把它填进来。那这个代码的部分的话呢，也填我们下面的这个 SWIFT 代码，然后把它填过来。那收款人的部分的话呢，就是 IB 银透证券嘛，那 IB 银透证券把它填进来。那这个账号的部分的话呢，就是 IB 银透证券在这个收款银行当中的账户号码，那就把它给填进来。那填进来之后呢，下面有一个英文地址，那这英文地址的话呢，也是一样，我们把 IB 银透证券的英文地址把它给填进来。好，那这样填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填好了收款行以及收款人。好，复原的地方的话呢，你就把这些英文字母给写上去，然后呢再去写上你 U 开头的账户号码，然后呢再把你的英文名字给贴上来就 OK 了。好，那 U 开头的账户号码在哪里呢？好 ，U 开头的账户号码就在你一开始存款这个地方的旁边，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个 U， 再去加上8码的号码。那这号码的话呢，是我自己的，好，大家不要填这个，你会汇到我这边来。接下来下面就是写你的收款地区。那收款地区的话就是美国，好，不管你是投资什么香港、澳门的股票，你这边的收款地区的话呢，还是写美国，因为我们的钱的话呢是汇到美国的哦，所以这边的话呢就写 U.S.A 就可以了。好，那以上就是 IB 银透证券在2023年6月份的最新的开户以及入金教学。好，那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的话呢，你可以加入我们的私密社团。那私密社团连结的话呢，我会放在留言栏还有我们的资讯栏当中，好，大家可以自己去加入。那加入的话呢，大家就会在里面好进行 IB 银透证券的一些使用教学的讨论。那如果你有任何疑问的话呢，都可以在那里面发问哦。好，那我是不随着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别忘了点个赞再走。那 Kevin 持续输出不易 ，Kevin 非常需要你的支持。那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8%的闲置利率哦，靠，的存款利率啊，哭了。好，那我们开户。